你以为家里最脏的地方是马桶吗？先别急着点头。有一组检验人员带着棉棒，带着采样管，把一般家庭的厨房从头到尾扫了一轮，结果出来，很多人当场愣住，马桶连前5名都排不进去，而那个真正的第1名，菌落数是马桶盖的好几百倍，多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。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这个第1名，你每天都在碰，他碰你的碗，碰你的筷子，碰你刚刚才要送进嘴巴的汤匙。你可能会想，怎么可能？我厨房每天都在洗，每天都在擦，怎么会比马桶还脏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马桶大家心里有数，知道它脏，所以盼命刷，盼命消毒，反而管得死死的。厨房刚好相反，因为它看起来干净，闻起来也还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一放心，就给了细菌一个又温暖又潮湿又有食物残渣的天堂。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排这份厨房常菌黑名单，从第5名一路倒数到第1名。这中间有一个很残忍的真相，90%以上的家庭清洗这个第1名的方式，不但没有把细菌洗掉，反而是在帮他搬新家，帮他开分店，越洗越多。到底是哪样东西这么可怕？你先在心里猜一个，我把答案留到后面揭晓。也提醒你，这一集不只是吓你，后半段我会一样一样告诉你，每一样该怎么消毒，多久换一次，还有一套每周只要花10分钟的厨房除菌流程。看到最后，你家厨房的菌就少一大半。先讲在前面，如果你家里有60岁以上的长辈，或是有小朋友，有正在坐月子的媳妇女儿，这一集你更要看完，因为他们的肠胃和抵抗力经不起这样天天吃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从检验人员怎么采样开始讲起，先讲讲他们是怎么测的，这样你才会相信这份榜单不是随便讲讲。检验的方式其实不难懂，采样的人拿一根无菌棉棒，在固定大小的一块面积上来回擦拭一样的次数，把那块表面上的东西粘起来，再放进培养皿里面，送进恒温箱养个1-2天。时间到了，打开来看，上面长出一颗一颗、一团一团的东西，那个就是菌落。数一数有几团，再换算成每平方公分有多少菌，数字就出来了。所以你听到比马桶脏200倍，不是有人拍脑袋乱喊，是真的一颗一颗数出来算出来的。那长出来的到底是些什么菌？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让你认识几个常客。第一个叫大肠杆菌，听名字你就知道它跟排泄物跟没洗干净的手很有关系，大部分不会怎样，但有几种很凶，吃下去会让你上吐下泻，肚子绞痛。第二个叫金黄色葡萄球菌，这个很会躲在人的皮肤鼻子里，它厉害的地方是会产生毒素，就算你后来把菌加热杀掉了，那个毒素还在，照样让你食物中毒。第三个叫沙门氏杆菌，最爱躲在生的蛋、生的鸡肉上面，也是台湾夏天食物中毒的老面孔。还有一种霉菌，就是你看到面包、看到墙角那种一点一点的黑黑绿绿，它会飘，会散孢子。这些菌要活得好，其实只要3个条件：温暖、潮湿、有东西吃。你回头看厨房，是不是每一条都中？室温刚刚好，水槽附近永远湿湿的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油和菜渣。所以厨房不是不干净，是它天生就是细菌最爱的环境。还有件事你一定要知道，就是细菌繁殖有多快。在条件刚好的时候，很多细菌大概每20分钟就分裂一次，1个变2个，2个变4个，这样一路翻上去。你算算看，早上你煮完早餐，留下一块有点湿、有点油的海绵在水槽边，到你中午回来，中间隔了好几个钟头，它已经翻了几十轮，数字大到你想象不到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夜这2个字在厨房这么可怕。你觉得只是放1个晚上，对细菌来说，那是整整1个世代又1个世代的爆炸性繁殖。他们还会做一件更讨厌的事，就是在表面结一层黏黏滑滑，我们叫生物膜的东西，像替自己盖了一层保护罩，你普通冲水根本冲不进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水槽海绵那种滑滑的触感怎么冲都还在。懂了这个速度和这层保护膜，等一下你就会懂为什么有些东西会爬到榜单前面。好，暖身结束，我们正式进榜。先从第5名开始，你猜第5名会是什么？榜单第5名，
水槽，对，就是你每天洗菜、洗碗、洗手的那个水槽。很多人觉得水一直冲过怎么会脏？但你想想，所有的菜渣、饭粒、油垢洗掉的脏东西，最后都往哪里去？都卡在水槽底部，卡在滤网，卡在那个排水孔的边边，那里又湿又有食物，简直是细菌的自助餐。检验数字出来，很多人家的水槽每平方公分的菌比马桶座还多，尤其是那个滤网和排水口周围那圈滑滑黏黏的东西，那个滑就是一整层细菌黏膜，摸起来滑滑的其实不是水，是菌。第5名的水槽先记着，它还算好处理的，难的在后面。接下来第4名是一个你每天开好几次却几乎从来不会去擦的地方。第4名，冰箱把手，这个很多人完全没想到。你想一下，你一天开几次冰箱？煮饭前手上还沾着生肉、生鱼的汁，开一次；刚剥完蒜、切完辣椒，开一次；小孩玩一玩，跑来拿饮料，又开一次。这只把手是全家人一整天无数双没洗的手轮流去碰的地方，而它几乎不会被列入你的打扫清单。手上带什么，就往把手上抹什么。日积月累，那只把手就变成全家细菌的交流道，而且冰箱门边那圈胶条，那个缝也很会藏霉菌。你去翻翻看，常常黑黑的。第4名，冰箱把手，你今天回家可以先去摸摸看，但它其实还不是重点，因为第3名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洗得很干净，其实错得离谱的一样。第3名，砧板，很多人听到会很惊讶，砧板不是每次用完都有冲水吗？怎么会这么脏？问题就出在那些看不见的刀痕。你每天在上面切，在上面剁，一刀一刀，砧板表面早就布满了细细的刀沟，这些沟里卡着肉汁，卡着菜汁，你用水冲，冲得到表面，冲不到沟的底部。研究发现，一块用了一段时间又没好好消毒的砧板，上面的菌可以多到很吓人的地步。更危险的是，很多家庭生的熟的都用同一块，早上切生鸡肉，中午同一块切小黄瓜直接上桌，等于把生肉上的沙门氏杆菌直接送到你不会再加热的菜上面。砧板排第3，其实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但讲到这里，你一定很好奇，比砧板还脏的第2名跟第1名到底是什么？我先讲第2名，然后再揭晓那个比马桶脏200倍的冠军。第2名，抹布，就是你挂在水槽边，擦手、擦桌子、擦炉台那条万用的抹布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条抹布常常有一股怪怪的、酸酸闷闷的味道？那个味道就是细菌大量繁殖的证据，是他们在跟你打招呼。抹布为什么这么恐怖？因为它把细菌喜欢的3个条件全部挤满了。它湿，永远拧不干；它温，挂在厨房室温刚好；它有食物，你擦过的每一滴油、每一颗饭粒都留在纤维里。更糟的是，我们常常用这一条，又擦砧板，又擦流理台，又擦手，最后还擦碗，等于拿着一条养满菌的布，在整个厨房到处盖章，到处传染。一条没有好好消毒，又用了很久的抹布，它的含菌量高到你会不敢相信。第2名，抹布记好了。那么比它更夸张，坐上冠军宝座，比马桶脏200倍还天天碰你嘴巴的那一样，答案要揭晓了。厨房藏菌第1名是洗碗海绵，就是那块你用来洗碗黄黄绿绿一捏会冒泡泡的海绵菜瓜布。我知道你听到可能很想反驳，不对啊，那块海绵天天泡在洗碗巾里，是全厨房碰最多清洁剂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最脏？重点就在这，你来看看它为什么会夺冠。第一，它的结构就是为障菌而生，海绵里面全是一个一个的小孔洞，密密麻麻，那个内部表面积摊开来大的惊人，等于帮细菌准备了无数个小房间，一间一间住得满满的。第二，它永远是湿的，你洗完碗随手一放，它就一直湿，湿到下一餐刚好给菌整碗繁殖。第三，它天天在帮你刮碗盘上的食物残渣，那些油、那些菜渣、那些蛋汁，全都被它吸进孔洞里面，变成细菌吃到饱的食物，温暖、潮湿又得吃。
3个条件在海绵身上不是满足，是满到爆出来。有研究去测一小块用过的洗碗海绵，里面的细菌数量换算下来大得非常夸张，说它某些区域的密度比马桶还高上几百倍，一点都不是夸饰。而最要命的一句话是，你每天就是拿这块全厨房最脏的东西去洗你等一下要吃饭的碗，要喝汤的汤匙，要送进嘴巴的筷子。你不是在洗碗，你是在帮细菌搬家，把它从海绵搬到你的餐具，再搬进你的肚子。第一名为什么是它？你现在懂了吧？但真正让人生气的还在后面。我们大部分人清洗这块海绵的方式根本是帮倒忙，越洗越脏。这个错误我们接着一个一个抓出来。先讲第一个最常见的错，拿肥皂或洗碗巾把海绵搓一搓，觉得有泡泡就是干净了。错，洗碗巾只能洗掉油，洗不掉躲在孔洞深处的细菌。你表面搓得再多泡，里面那些小房间的房客一个都没走，一拧干水又继续生。第二个错，用完把海绵丢在水槽角落或压在碗底下，那个角落最不通风，最积水，等于把它放进最适合繁殖的培养箱里养一整夜，隔天早上它的菌又翻了好几倍。第三个错，一块海绵从洗碗、擦炉台、抹水渍、清水槽一路用到底，用到它烂掉为止。这样做等于拿全家最脏的东西到处抹。第四个错，很多妈妈会做，把海绵拿去用滚水烫一下，觉得这样有杀菌。这里有一个很反直觉的地方，有研究发现，只用不够彻底的方式加热，或只是稍微烫一下，反而可能把比较弱的菌杀掉，把最强最顽固的那几种留下来，让它们没有竞争对手，长得更旺。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越洗越脏，不是洗这件事错，是你用错方法，筛选出了最凶的菌。讲一个真实感的例子你就懂了。有一位68岁的陈大哥，退休以后很勤快，家里3餐都他在弄，厨房收得整整齐齐，碗盘永远洗得亮晶晶。可是他那半年隔3差5就拉肚子，肚子闷闷的，看了肠胃科，吃了药，好几天又来一次。家里人都以为是他年纪大，肠胃退化。后来是他女儿回家帮忙煮饭，顺手要换海绵，一拿起来，那块海绵又黏又有一股味道。他问爸爸多久没换，陈大哥想了想说，好像用了大半年吧，反正天天有用洗碗精洗，看起来还好好的。问题就在这，他每天用那块养了大半年菌的海绵把碗洗得亮晶晶，再用那些碗吃饭。后来把海绵换掉，洗碗的方式改一改，他那个反复的肠胃问题慢慢就少了。你看，凶手不一定是什么大东西，常常就是这种你天天碰却从来不换的小东西。再讲一个，一位55岁的林大子很爱干净，砧板每天用完一定冲，一定立起来晾。但他家有个习惯，早上切生鸡肉做便当，同一块砧板冲一冲，中午切水果，切要凉拌的小黄瓜，全家老小一起吃。那年夏天，全家好几个人接连上吐下泻，挂急诊验出来是沙门氏杆菌，追来追去，最可能就是那块生熟不分的砧板。林大子很自责，他说，我砧板明明每天都有洗。对，他有洗，但冲水冲不掉刀痕沟里的菌，生的鸡肉汁就这样被带到不会再加热的凉拌菜上。这2个例子想告诉你同一件事，厨房出问题多半不是你不爱干净，是方法不对，观念差一点点。而且我要特别叮咛一句，同样吃到一点细菌，年轻人可能拉个1-2天就没事，但60岁以上的长辈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的免疫力会随着年龄慢慢下降，肠胃的防御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强。同样的菌量在长辈身上可能就变成上吐下泻、脱水，甚至要住院。小朋友也一样，抵抗力还没发展完全，经不起这样天天吃菌。所以家里有长辈、有小孩、有孕妇或刚生产完的媳妇女儿，你更不能觉得我以前这样用都没事就继续将就。你以前没事，是你身体帮你扛，但家里最脆弱的那几个人扛不住，把厨房顾好，其实就是在顾他们的健康。那正确的方法到底是什么？接下来这段最实用，每样东西该怎么消毒，多久换一次，你可以拿纸笔记下来。
先从第一名的洗碗海绵讲起，最实在的做法就是2个字：常换。海绵是消耗品，不是传家宝，建议大概1到2周就换一块新的，别舍不得，一块海绵才多少钱？你的肠胃比较贵，中间的日常消毒，可以每天洗完碗，把海绵彻底拧干，摊开来挂在通风、能晾干的地方，让它保持干，因为只要它干，菌就很难活。想加强一点的，可以每隔1-2天把海绵泡在稀释过的漂白水里几分钟，再用清水冲干净晾干，这个是比较确实的消毒方式。记住重点，让它干，定期换，比你盼命搓有用100倍。抹布第2名，原则跟海绵一样，别用同一条打天下，最好把抹布分工，擦碗盘的一条，擦炉台、流理台的一条，擦手的一条，颜色分开，不要混用。抹布每天用完要洗，要拧干，要晾开，不要湿地揉成一团丢在旁边，至少每周要好好消毒一次。方法可以是用滚水煮个几分钟，或是泡稀释漂白水，或用洗衣机热水洗，晾到全干。抹布也是消耗品，用到发黄、发硬，有洗不掉的味道，就该退休了。砧板第3名，最关键的观念是生熟分开，这句话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。家里至少准备2块砧板，最好用颜色分，一块只切生的肉、生的海鲜，一块只切熟食、水果，可以直接吃的东西永远不要混。切完生肉的那块，要用洗碗巾和刷子把刀痕里刷干净，再用热水冲，定期可以用稀释漂白水或使用等级的消毒方式处理。木头砧板容易吃水肠菌，用完一定要立起来晾干。砧板如果刀痕已经深到清不干净或发黑发霉，就换掉吧。再来收尾前面那几名。水槽第5名，每天煮完饭把滤网拿起来清干净，别让菜渣过夜。每周用刷子沾清洁剂把排水口那圈滑滑的黏膜刷掉，这一步很多人都漏掉。冰箱把手第4名，很简单，每隔几天用，可以用在食物接触面的清洁剂或酒精，把手把冰箱门边的胶条擦一遍，就这个小动作，全家交叉感染的机会就少很多。顺便提醒，家里橱柜的把手、电锅的按钮、常常按的开关，也都是同样道理，一并擦一擦，不用花什么时间。你会发现这些方法都不难，难的是有没有养成习惯。而要养成习惯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设计一套固定动线，让你不用想，自然就会做对。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重点。先讲动线里最重要的一条，生熟分开，不只是砧板分开，是整个流程都要分开。你可以在心里把厨房切成2区，一区是处理生的，生肉、生鱼、生蛋放这边处理，一区是放熟的，要直接吃的。刀子也一样，切生的一把，切熟的一把。处理完生的东西，手一定要用肥皂洗过，才能去碰熟食那一区。为什么要这么讲究？因为食物中毒最常见的一种就叫交叉污染，生的东西上的菌透过你的手、你的刀、你的砧板，跑到不会再加热的熟食上，你一口吃下去就中了。把生熟这条线画清楚，你就挡掉了厨房里一大半的风险。这个动线观念记好。最后我给你一套实际可以照做的每周流程，让前面讲的全部落地。在给你流程之前，我先帮你回答几个最多人会问也最容易做错的问题，你听完会更安心。第一个问题，很多人问我，老师，我用洗碗机或用烘碗机是不是就万事 OK 了？答案是，烘碗机真的有帮助，因为它是靠高温加上把餐具烘干，又热又干，正好是细菌最怕的环境。碗盘洗完丢进去烘干，会比放在沥水架上滴到自然干安全很多。但重点还是那块海绵，那条抹布本身要干净，不然你用脏海绵洗，再拿去烘，只是把比较少的菌烘干而已，源头没解决。第二个问题也很常见，那我把海绵、抹布丢进微波炉转一下杀菌，可不可以？这里要很小心。微波炉这一招网络上很红，但它有风险。干的海绵放进微波炉可能会烧起来，很危险。就算是湿的，加热不均匀，也不一定每个角落都杀得到。我会建议一般家庭别冒这个险，
用滚水煮、泡稀释漂白水，或干脆定期换新的。这几招又安全又实在，没必要跟微波炉搏命。第三个问题是很多长辈会有的疑惑，东西看起来干净，闻起来没味道，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细菌？这是最大的迷思。细菌是肉眼看不到的，你看到的干净，闻到的没味道，只代表菌还没多到会发臭的程度，不代表它不在。等你闻到那股酸味的时候，其实菌早就繁殖到很可观了。所以判断该不该消毒，该不该换，不能只靠鼻子和眼睛，要靠固定的时间表。我还想跟你聊一个生活里的场景，你就更有感觉。你去菜市场买了一块猪肉，一只鸡，那个塑胶袋里难免会有一点血水，你提回家放进冰箱，手是不是就这样去开了冰箱门，又去摸了水龙头，又去拿了旁边的抹布？你看，才短短几个动作，生肉上的菌就已经被你的手带到把手，带到水龙头，带到抹布上了。或者你早上去早餐店，去超商买了要冰的东西回家，顺手塞冰箱，同一双手又去碰别的。这些动作我们每天都在做，不是要你紧张兮兮，而是要你记住一句话：处理过深的东西，手就要洗过，再去碰别的。这一个小动作就能把很多看不见的传染链断掉。好，观念和问答都清楚了，最后给你那套可以照着做的流程。这套流程我叫它每周10分钟厨房除菌。你固定挑一天，比如周末，花10分钟做完这几件事。第一步，1到2分钟，处理海绵和抹布，该换的海绵直接丢，换新的抹布全部集中用滚水煮或泡漂白水消毒晾干。第二步，2到3分钟，公砧板把家里砧板全部用清洁剂加刷子刷一遍刀痕，再用热水或稀释漂白水消毒，立起来晾。第三步，2分钟，清水槽，拆滤网，刷排水口那圈黏膜，把水槽内壁刷干净。第四步，2分钟，擦把手和门边，冰箱把手、橱柜把手、冰箱门胶条，用酒精或食品级清洁剂擦一轮。第五步，剩下的1分钟，环顾一圈，看看有没有发黑、发霉、有味道，该退休的东西顺手换掉。就这样，1周10分钟，你家厨房的菌量就能压下来一大截。平常则是把握2个小习惯就好。东西用完保持干，生熟永远分开。这2件事做到，你已经赢过大部分家庭了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帮你把今天最重要的东西收成3个带得走的重点。第一，家里最脏的不是马桶，是天天碰你嘴巴的洗碗海绵，它要常换，大概1到2周换一块，保持干比判命搓更重要。第二，抹布和砧板都要生熟分开，专布专用，别一条一块打天下，用完晾干，定期消毒。第三，每周花10分钟做一次厨房除菌，平常守住，用完保持干，生熟永远分开。这2句口诀，你就挡掉大半的食物中毒风险。